Hello， 我是新人 YouTuber 露露露。在原神连续出了3次男角的 UP 卡池之后，千呼万唤终于有当老婆的女角出来啦，就是我们的甘雨姐姐喽。这次也会带来关于甘雨该不该抽的建议与实测分析，也会提供天赋技能与命制作的分析和相关武器搭配、组队建议等等。经过12号晚上直播的抽卡实测后，这体验真的是出乎露露的意料之外耶！稍后也将会分享露露的使用心得。影片开始前，若你还没有订阅的话，可以先订阅一下露露的频道哦。甘雨的输出方式主要是透过蓄力攻击来操作，而在普攻的蓄力攻击方面，甘雨是全游戏中目前唯一可以使用2段蓄力攻击的角色。第一次操作可能会不清楚这招要怎么使用，肉肉自己也是初次使用时，还要跟肉肉们学怎么玩。2段蓄力主要的使用方式就是稍微让蓄力攻击的时间再拉长一点，箭矢上就会开始发散像花的寒气在周围。发射箭矢后，除了可以造成冰元素伤害之外，凝聚在箭上的双滑射到敌人后绽放，还会再次造成冰元素伤害。这招不止命中敌人时有效，如果是射箭在地板上，也可以对范围内敌人造成伤害。对于手残党来说是个福音。不用太认真的把原神当成是2次元 FPS 游戏在玩，而一技能的部分就类似于安博和莫娜可以召唤出的一个嘲讽物。冰莲的耐久度是基于甘雨的生命值上限，被摧毁或时间结束后就会爆炸，在刚使用一技能时也会快速形成冰元素伤害并向后退，而后中间冰莲存在的过程只有吸引敌人的作用，并不会持续造成冰元素伤害，因此整体效果上类似综合安博和莫娜的技能。大招是甘雨将会召唤一颗超大的 disco 球。不是召唤退魔的冰灵珠，在冰灵珠所存在的攻击范围内将会持续降下冰锥，攻击范围内敌人。冰锥的掉落频率还蛮快的，重点是大招的范围真的很大，比班尼特的大招还大，再比公子的大金鱼范围再小一点。若是以圣物的副本场地范围来说，甘雨放大的情况下几乎很难是空大的，整个就很像在开趴。被动天赋的部分是在2段蓄力攻击后，箭矢本体以及绽放后的暴击率都可以提高20%，以及大招范围内的场上角色都可以再获得20%的冰元素伤害加成。当制作弓箭类武器时，可以归还15%的矿石。而由于蓄力攻击是甘雨的主要输出方式，因此优先升高普攻，其次是大招，最后才是一技能。甘雨的角色定位是一名冰元素主 C， 使用弓箭类型武器。关于天赋技能素材和等级突破材料，可以参考先前露露制作过的影片。甘雨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它是全游戏中第一位可以使用2段蓄力攻击的角色。蓄力攻击时也可以透过攻击地面来造成 AOE 伤害，也是游戏中少数除了安博和莫娜以外具备嘲讽技能的角色。大招的范围也非常大，在范围内的敌人都会被多数冰锥攻击，因此总体来说，甘雨是一名具备强大 AOE 技能、独断2段蓄力、自带嘲讽的输出角色。同时也因为透过攻击来瞄准，在操作上也有非常多技术和操作性玩法。同时搭配队伍中2名冰元素角色的共鸣，可以增加15%的暴击率。再搭配冰圣物4件套装，更可以增加最大40%的暴击率。且甘雨本身的被动天赋也会使蓄力攻击的双滑石本体与其绽放时的暴击率再增加20%。这么样的一个爆的效果下，也就可以看到已经有很多大佬轻松碾压风魔龙、纯水精灵和深境螺旋11层的影片了。而若是甘雨要作为主 C， 就势必要玩2段蓄力攻击，也会建议搭配甘雨专武阿莫斯之弓，并且搭配水、风、冰这类的角色组成队伍。假若在没有阿莫斯之弓，或是想要让甘雨作为副 C 的玩法，就会比较偏向让甘雨和火元素角色搭配做融化，让火元素角色打出2倍的伤害。但甘雨的大招能量回复需要60点，且没有自带充能，因此火加甘雨的队伍阵容可能还要再搭配可以加速充能的角色。甘雨在临命的状态其实就有不错的素质了，而命制作1的甘雨将会使2段蓄力的伤害命中到敌人时，降低敌人的15%冰元素抗性6秒，同时再为甘雨恢复2点的元素能量，加快技能回复，是个十分优化甘雨整体输出的效果。命制作2主要是在于让1技能可以多储存1次，类似于可莉的蹦蹦炸弹有2次的使用次数和储存额度，但1技能其实对于甘雨的提升并不算大。这招技能的最大作用主要还是在于嘲讽，因此比较会是在为6命的甘雨做铺垫。命制作3和5分别是提升大招和1技能的等级3等。命制作4对甘雨来说是一个输出等级在强化1技的效用，在大招的伤害范围中，敌人受到的伤害将会持续增加，初始增加5%，每3秒持续增加5%，最高提升到25%，具备一种异伤的效果。加上甘雨前面的 AOE 范围伤害和假设你都专叠爆伤的作用下来看，这
伤害真的光想想就觉得很可怕。命制作6更是让干羽变得更加无所忌惮，只要释放1技能后，接下来的30秒内所发射的第一发2段蓄力双滑石完全不需要蓄力，加上命制作2所增加的一个冰莲，完全体的干羽共有2朵冰莲，可以在30秒内第一发不需要蓄力，真的非常强势。话说你不是一个秘书吗？怎么都快要比老板还有岩神都还要强了呢？干羽作为主 C 的5星武器，首推阿莫斯之弓。突虎弓从开服到现在也算是咸鱼翻身了，这把弓经过实测后是最适合干羽的弓。虎弓和瞄准伤害增加的效果，还有附属性增加攻击、发射距离越远伤害越痛的效果都非常契合干羽。再来，虽然天空之翼也算能用，但其实天空之翼的附属性的暴击率对于干羽来说已经不是那么需要。经过实测下来，90等的天空之翼在蓄力攻击的伤害上，甚至不比70等的阿莫斯之弓还要来得高，因此阿莫斯之弓可以说是干羽的专武了吧。若是没有5星弓箭，在4星武器的选择上，则可以选择铁匠铺可以制作的视作弹月，附属增加攻击力，或是增加元素精通的绝弦，或是商店中晨辉兑换增加暴击伤害的黑岩战弓。4星武器大部分都是过渡用，最终还是要朝阿莫斯之弓为目标迈进。万一若是在冰套4件还没有刷好的情况下，假设还有缺暴击率，也可以先占用技型武器增加暴击率的苍翠之弓。干羽的最佳圣物搭配，首推冰套4件套，2件套效果将会增加15%冰元素伤害，4件套效果将会对处于冰元素状态下敌人的攻击提高20%暴击率，处于冻结状态下再额外提高20%暴击率。搭配干羽被动天赋双滑石的暴击率20%，双冰元素队员的元素共鸣再加15%暴击率，光这边就已经总共加了75%暴击率，因此干羽可以说是几乎不需要特别搭配暴击率相关的圣物属性和武器了，可以直接全部堆爆伤，因此很长2段蓄力攻击就能够打出5万、10万的伤害。想想自己刷那么多圣物副本，光一个好的暴击头多难刷啊！更别说加上附属性的部分还要跌到75%，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现在一切单纯化，直接全挑爆伤给干羽就好了。这也代表在有限的圣物强化次数和属性强化最大值之下，全堆爆伤的干羽那伤害真的很可怕啊！其次可以穿的圣物套装就会是流浪大地4件套，2件套提高元素精通80点，4件套可以提升重击伤害35%，但相对的就没有办法享有高加成的珍贵暴击率，因此可能会适用于还在刷冰套时期的过渡圣物套装。若是再往下的过渡期搭配的话，也可以是冰套2件加角斗士2件套。若是新手抽到干羽还没有办法刷金色圣物的情况下，也可以穿上行者之心、勇者之心5人2件套，再加战狂2件套之类的。圣物主属性的部分，刷好冰套4件的理智冠选择爆伤头，缺暴击率再选暴击头，控制杯选择冰元素伤害，十字杀选择攻击力为主的主属性。附属性的部分，如果是打算凑冰套4件的话，可以尽量凑越多的暴击伤害，攻击力趴数为主。其次是元素精通，增加元素伤害或是元素充能效率来加速技能回复。就是以干羽作为主 C 的队伍组成，由于干羽的大招能量需要60点，回复上需要有提供充能效率的角色，像是双锋队或是能够提升元素充能效率的角色。若是温迪大招和干羽大招一起开下去，开起趴来真的蛮欢乐的。充能也可以搭配先前卡池出的阿贝多，想让干羽坦一点，也可以搭配可以做护盾的钟离，加上能量棒等等。而若是想再搭配冰元素共鸣的话，搭配迪奥娜，同时提供护盾保护干羽也是不错的选择，甚至是幻象想喝椰奶的77。冰系的角色在目前可以和干羽的最佳搭配的选择其实并不算多，但应该可以说是未来可期，因为后面将要推出的神里灵华和罗莎莉亚都是冰元素角色，若是有副 C 定位的作用，或许在未来都有机会可以和干羽组成双冰加爆率共鸣的角色。此外，若是想玩冻结，就势必要再配置一名挂水队员，像是行秋或是莫娜等等，搭配冻结可以在触发增加爆率的效果。若是想玩干羽副 C， 则就是搭配当前版本强势属性火属的副 C， 像是可莉或是迪卢克打融化2倍。但洛洛觉得，若当你看到干羽2段蓄力可以打出5万、10万的伤害后，再透过火属打融化，即便有2倍伤害，或许未必可能比干羽更高哦。因此感觉若是将干羽放在副 C 的位置，会是有点浪费的。虽然他在剧情里面真的算是辅助项的秘书啦，但是这天赋、命制作、武器和圣物的配合下来，干羽作为主 C 真的非常强势。即便现在追求着打元素反应，但光是冰元素反应就直接这么高伤害了，打不打反应或许不是那么优先了。再来就是干羽的大招能量回复确实比较慢，要让干羽挂后台就是要玩大招释放流，而大招释放流的重点就是在于充能要够快，若在充能速度上不够快的情况下，也是无法发挥当副 C 的最大价值。接
其实这次试用干语下来，洛洛的整个体验路程真的有种像是180度大转变的感觉。像一开始不觉得干语很婆，看完剧情后觉得天哪，干语真的是婆爆。一开始试用拿西风的干语时，也不觉得干语很好用，总觉得对于手残党或是手机党来说是个很劝退的角色。光是瞄准所等待的时间，加上射出去后没射中所带来的焦躁感，就会让人家觉得很烦。但在实际真正试用后，打了公子、纯水精灵，即便天赋1的伤害也非常高，大招的 disco 球范围也真的出乎意料的大，不管是单人或是多人都很实用。即便零命也可以玩哦，但还是会建议抽到零命的干语，情况允许的话再去拼一把阿莫斯之弓。虽然干语不太需要爆率，但套装也是需要挑一下，并不是说太好凑。整体来说优点非常多，除了女角真香之外，在实际层面的考量上，输出伤害上短时间的爆发已经超越迪卢克，而且零命也可以用，满命更可怕。若是想在网上多抽一点来优化，可以建议抽到1命。再来就是直升4命或是6命，唯一的缺点应该就是弓箭类角色瞄准上的准度需要练习，还有蓄力时需要等待。但其实干语的蓄力射击也可以设地板来做 AOE 伤害的，所以其实也不算太需要准度，真的不用到 FPS 游戏再玩了。虽然瞄准头应该伤害还是会稍微再增加一点啦，但真的玩起来算很友善了。再来就是2段蓄力的时间大约是 1.6秒，在蓄力加上不做反应的情况下，打到3到4万算是家常便饭。若是使用大剑系角色，也未必可以在这段时间内打出跟干语差不多的伤害，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快没有什么缺点啦。而且不打反应之下就打这么痛了，是否还有需要特别追求反应呢？或许让其他队员来全力优化干语的输出才是最好的。总之，洛洛自己是觉得就主 C 的角度来看，蛮推荐抽的。若是你还缺主 C 或是缺老婆后宫，都可以抽。世界螺旋11层打不过气布布也可以抽，应该比较麻烦的就是圣遗物需要花点时间凑吧。而这次的卡池4星角色也有诺埃尔和行秋，若是想拼个女仆满命却歪出一个干语，其实也蛮好的。行秋也可以趁这个时候将命做拉高，或是想要等下一个将要推出的枭，也可以把原石留在后面，只是实战效果上也是要等正式出来后再实测了。以上就是这次关于干语的角色分析影片，有其他问题也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一回复。觉得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卤肉帮会员，并享有专属福利。最后喜欢洛洛的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游玩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虚拟 YouTuber 鲁洛洛，我们下次见喽！